同学们好，前几节课给大家介绍了固溶体的分类，包括置换型固溶体、间隙型固溶体、连续型固溶体以及有限固溶体。固溶体的形成条件以及影响溶解度的因素，固溶体形成的难易程度。今天呢，我们来讲最后一部分内容：固溶体的研究方法。固溶体的研究方法是指采用什么方法或者什么手段来研究物质之间是否形成固溶体，形成哪种类型的固溶体。固溶体的生成可以用各种相分析手段和结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因为不论何种类型的固溶体都将引起结构上的某些变化，以及反映在性质上的相应变化，比如密度、光学性能等等。例如钠长石和钙长石形成的连续固溶体中，随着钠长石向钙长石的过渡，其密度及折光率均递增，因而呢，通过测定未知组成固溶体的性质进行对照，可以反推固溶体的组成。判断固溶体的类型呢，我们首先可以根据固溶体的形成条件以及影响溶解度的因素进行一个大略的估计。比如生成间隙固溶体比置换固溶体要困难，因为形成间隙固溶体除了考虑尺寸因素外，晶体中是否有足够大的空间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晶体中有很大的空隙位置时，才可能形成间隙固溶体。比如在金属氧化物中，具有氯化钠结构的晶体，只有四面间隙是空的，不大可能形成填息式固溶体。例如氧化镁、氯化钠、氯化钾等都不会形成间隙式固溶体。相反，具有空的氧八面体空隙的金红石结构，或具有更大空隙的萤石型结构，金属离子能够填入，例如氟化钙、氧化锆等等，有可能形成填息式固溶体。虽然呢，根据物质的结构和性质，我们可以粗略地判断固溶体的类型，但固溶体是否生成还有待于精确的实验验证。对于金属氧化物系统，最可靠而简便的方法是写出生成不同类型固溶体的缺陷反应方程式，根据缺陷反应方程式计算出杂质浓度与固溶体密度的关系，并画出曲线，然后把这些数据与实验值相比较，哪种类型与实验相符合呢？就属于什么类型。由此，固溶体的类型实验判别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写出可能形成固溶体的缺陷反应方程；第二步，写出固溶体的化学式；第三步，计算理论密度；第四步，理论密度与实际密度比较，确定固溶体的类型。首先，我们来看理论密度的计算。理论密度用 D 表示，它等于固溶后生成固溶体的晶胞质量除以晶胞的体积。计算步骤如下：首先呢，写出可能的缺陷反应方程式，根据缺陷反应方程式写出固溶体可能的化学式，由化学式确定晶胞中有几种质点，然后计算出晶胞中每个质点的质量。晶胞中I质点的质量就等于生成固溶体后I质点的晶胞分子数乘以I质点实际所占的分数，再乘以I质点的原子质量，最后呢除以阿伏加德罗常数 N0。固溶体中每个晶胞的质量就等于晶胞中所有质点质量的总和，求出质量后再除以晶胞的体积，即可得到密度。大家要注意，所有计算呢都是针对生成的固溶体而言。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以氧化钙加入到氧化锆中为例，以1摩尔为基准，掺入 X 摩尔的氧化钙。我们来看生成不同类型固溶体的缺陷反应方程式和对应的固溶体化学式。氧化钙加入到氧化锆中，可能的缺陷反应式之前呢已经讲过，它可以是钙离子置换锆离子，为保持电中性形成氧控位，形成置换式固溶体。氧化钙呢为 X 摩尔，此时固溶体的化学式为锆1减 X 钙 X， 由于形成氧控位，一部分氧跑掉，
所以氧为2减 X。这样呢，我们就写出了形成置换式固溶体的缺陷反应方程式以及化学式。同理呢，为了保持电中性，一部分钙离子可以进入间隙位置，形成间隙式固溶体。缺陷反应式如图所示。假设进入间隙位置的钙离子为 Y 摩尔，则置换锆离子的钙离子也是 Y 摩尔，剩余锆离子为1减 Y。此时固溶体的化学式为锆1减 Y， 钙呢为 2Y， 氧没有发生变化，还是2，所以形成间隙式固溶体的化学式如图所示。这样我们就把氧化钙加入到氧化锆中，所有可能形成固溶体的化学式写出来了。下面我们以实例具体来计算一下。氧化钙加入到氧化锆中，以1摩尔为基准，在1600摄氏度下，该固溶体为立方莹式结构。经 X 射线衍射分析测定，当融入 0.15 摩尔氧化钙时，晶胞参数 A 就等于 0.513 纳米，实验测定的密度值为 5.477 克每立方厘米。那么此时固溶体的类型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形成置换式固溶体时的化学式。 X 为 0.15， 所以锆离子为1减 0.15 即 0.85， 钙为 0.15， 氧是 1.85， 质点为钙离子、锆离子和氧离子3种。下面我们来分析晶胞中各质点的分子数。氧化锆属于立方晶系莹式结构，如图所示，锆离子为面心立方堆积，每个立方晶胞顶点有8个锆离子，每个锆离子有1/8属于该晶胞，6个锆离子在面心，每个锆离子有1/2属于该晶胞，所以每个氧化锆晶胞中含有4个锆离子，8个氧离子。那么我们首先计算置换式固溶体中每个晶胞的质量。以钙离子为例，每个晶胞中有4个钙离子，乘以钙离子实际份数为 0.15， 再乘以钙的原子质量，即可得到晶胞中钙离子的质量。同理，我们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计算锆离子的质量和氧的质量，三者相加，再除以阿夫加德罗常数，即可得到固溶体中每个晶胞的质量。氧化锆呢为立方晶系，所以晶胞体积为晶胞参数的3次方。此时置换式固溶体的理论密度计算为 5.565 克每立方厘米。我们再看形成间隙式固溶体的理论密度，由于氧化钙为 0.15， 所以 Y 就等于 0.075， 固溶体化学式为锆 0.925， 钙 0.15， 氧是2。同理，根据晶胞质量计算出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此时固溶体的晶胞质量，体积仍为 A 的立方，进而计算固溶体的理论密度为 6.016 克每立方厘米。比较理论密度与实际密度，我们可以发现，氧控位模型下计算的固体密度与实际测量的固体密度 5.477 克每立方厘米比较接近，说明生成置换式固溶体是比较合理的。固溶体的化学式为锆 0.85， 钙 0.15， 氧 1.85， 是阴离子控位型固溶体。最后呢，给大家补充一下，当温度在1800摄氏度急速冷却后所测得的密度和间隙模型下计算固溶体的密度是比较接近的，此时呢，该固溶体为阳离子填息型固溶体。到这里呢，固溶体这部分就给大家讲完了。要求呢，大家掌握固溶体的形成条件以及影响溶质离子溶解度的因素，能够比较判断不同结构形成固溶体的难易程度。最后呢，能够对固溶体生成类型进行大略的估计，并进行实验判别，能够应用固溶体的研究方法确定材料中杂质缺陷的类型。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